这种图是在明朝很流行，就是明朝的皇帝都想成仙嘛，长生不老嘛。那雍正也想成仙吗？所以他把这个仙人陈茶这个仙人画成自己啦。雍正有请画工给他画过一些行乐图，对吧？哎，对。还有他装的成道士啦，好几种。装成欧洲人，戴个假发。欧洲人有一些这样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画片我没有比对，因为我没有注意去看，可能蔡先有比对过。这个形态啊，我印象所及是非常像那个雍正那时候呢留下来的画片，成佛浮于海，他有这种很出名的一个他那个行乐图里面有这个，如果是一样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是不是雍正做道士啦，或者做西洋人的那些，搞不好也有出现在瓷器上，只是现在的流露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或者珐琅料的着色啊，都非常好，但是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就是那时候的技术有一些瑕疵，就是像上面的这个云彩啊，它的云彩它是用很简单的又很淡的那个珐琅色就上去，又弄上去蓝色的，对，但是看起来比较粗糙。乾隆不够艳啊，对或者不够营整或怎么样。乾隆很多的就是在底下他会画一些像庭院的草，比较不到位，这是我的浅见。那其他完全是没有问题，其他是非常漂亮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料款，那个时候的技术上。让蔡先做一些说明。这个我们本来叫做雍正行乐图其实真的名称应该是什么？雍正求仙。这个图叫什么？仙人陈茶啊，陈茶。它的名字叫仙人陈茶。这种图是在明朝很流行，就是明朝的皇帝都想成仙嘛，长生不老嘛。那雍正也想成仙吗？所以他把这个仙人陈茶这个仙人画成自己啦，因为他是认为说这个在天界这种景象，淡淡的一种蓝色，所以这是海浪纹，他就是乘这个到天界去，成仙呐。就是说水的尽头就是天呐，那是一个遥远，那是极乐世界。对，他不会画世俗的那种天空的蓝可是它的颜色材料是非常漂亮。刚刚讲的。这个图如果是画工是很确定的话，那么是不是其他的画下来的那些图片应该在瓷器上有还在可能找得到，对，还是要有，比较不可能就是只单一的一件画成在瓷器上，这是很漂亮的东西，在其他地方你看不到任何一件这样。大家看这一件，以它这样的一个形态，很容易就是认为这是一个乾隆的东西。那事实上它是乾隆，因为很简单，它这个嘎道纹是乾隆这一朝才有，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东西。雍正也有，雍正就有，雍正晚期就有，对，当然比较简单一点，乾隆比较流行他这个指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的认知认为这是乾隆才开始有，然后他是说雍正应该就有，只是我没有看过这个，可能下次有机会拿出来我看。比较少了，我也找找看。应该很少，很少，对，可能也找不到了。我看过有雍正，真的是道地雍正的嘎道纹。乾隆这个嘎道纹在漂亮的彩石大部分都常常会经常性出现，因为他希望一句话。锦上添花啦，对，乾隆他的个性就锦上添花，东西要画得满，工要做得满但是满又不能满足这个皇帝的喜好，因为皇帝那时候是，他最后他讲叫十全老人，就什么都有，他什么都不缺，
不缺实有什么东西还能让它快乐？就是长生不老。对，但是我是在器物上，你要显现，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能工巧匠做出很特殊的这种东西要创新。那么在瓷器上，他的工匠就只有一句话：我给你画好画满，啊，给你再抠出这个雕刻，对吧？啊，最后他也喜欢这些，所以在瓷器以后，我们在讲他喜欢到那个叫掐丝珐琅啊，景泰蓝，但我估计他在后面到乾隆大概30年以后啊，到他不见的话，30年中间最重要的工艺品就是掐丝珐琅或者景泰蓝，因为我们知道他瓷器乾隆的做到珐琅彩做到尽头，也不过就是乾隆20年30年就不再碰了。已经到了极点，已经到没有，主要是唐寅死掉了啦。唐寅可能是还有，不然唐寅肯定又会创造新的。对，唐寅会创造新的。你看他套瓶啊、转新瓶啊，还有他以他的智慧，绝对有办法再创造新的。那么现在你看看中国的瓷器在乾隆的时候发光发热到那个情况，你看看现在全世界在瓷器的制造和工艺的瓷器啊，有没有在新的东西？没有啦，没有办法再想出新的东西，还追不上他们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到了顶端。所以我们大家会歌颂他们这些的成就，是在有这个道理。这个嘎道纹啊，乾隆做，但是呢，后来黄的太容易了，这个嘎道太容易黄，用刀刻谁不会刻？我也会刻，只是你刻出来啊，有没有那么细腻？那个不是容易，这是千刀那个会眼力，这个不是几刀而已，是千刀。千刀你功力不够的话，就是人家就看出你有波浪，高高浅浅，对吧？很容易看。我们看很多不对的，以前也不懂，有时候也买了，结果看多了就知道，那个功力差很多。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反而呢，清3代就乾隆的漂亮的瓷器呢，反而啊。你看这个珐琅色啊不好分辨，反而你去看到它这个出工，看到这个嘎道，这个容易去辨别，反而这个嘎道不容易黄。对，这是我的观点。这个为什么还放在桌上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因为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色彩。雍正再下来就是乾隆，所以它很多色料是一样，尤其因为有一些天空的颜色或怎么样，或者色泽，我们看着还是非常接近，所以留着。给大家看一下，就比雍正的多，他的人物。这个东西我们讲叫不罕见因为这个在乾隆那个时候是不少但是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其实雍正跟乾隆比较不同的地方，除了他嘎道纹多以外那在乾隆来讲，他耳朵出现的机会几乎在每个屏上都可以看得到。在雍正来讲，有耳朵的不是没有，但是非常少，他倒比较素雅。乾隆就比较繁复，除了它纹饰以外，它的器也比较繁复，多个耳朵，它这个还多一个什么？这里面的就是像那个掐丝珐琅的那个湖水绿它不是整个，直到一半直到瓶口看得到的地方，还有底部，就像那个仿那个掐丝珐琅的底部啊，还有瓶口啊，是这种湖水绿，但是这个湖水绿好像好几种颜色有偏黄的，也有的人说有皱纹的比较对的，那也不一定。对，有皱纹的，因为皱纹就是珐琅质比较强，对，它贴合的贴得很长，就变成有皱纹，但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那只是一个单一的。那这个比较特殊的，他讲到这个耳朵啊，这个耳朵跟一般的耳朵不太一样。这个像讲好听点叫天鹅啦，对，这个比较少，一般都是用那个兽头啊、狮耳啊、兽头，对，他可能为什么用这个天鹅呢？因为它是田园景观，它整个歌颂就是田园的生活的无限美好。结束，好，谢谢大家谢谢。